曾经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海上力量，甚至与那些发达国家比起来也毫不逊色。零式战斗机更是一度称王于二战的天空。随着后期美国战争潜力的爆发，美军虽然也克制住了零式，但没有飞机敢和零式玩中低空格斗，要么依靠多机配合打战术，要么打完就跑，或者干脆依靠皮糙肉厚的机身死扛到底。比如飞虎队使用的著名战机 P-40， 也只能凭借高空俯冲的扑杀法来制衡零式战机。直到 F-6F 地狱猫战斗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与以往的美式战斗机不同， F-6F 可与零式在低空玩起猫捉老鼠的死亡游戏。日军开始由旗鼓相当到一路被碾压，曾经的王者零式也被后来者居上的 F-6F 战斗机压制的抬不起头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日本零式战机的猎杀者 F-6F 地狱猫战斗机。1939年至1940年间，为了获得一种能与日本零式战斗机匹敌的舰载战斗机，美军开始着手研发新一代的舰载机。美国海军在二战前夕装备的舰载机是 F-4F 野猫战斗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性能不错，并为二战胜利立下不朽功勋的舰载机。该机曾有望成为美国海军第一种单翼舰载机，但是在竞标中输给了布鲁斯特公司 F-2A 战斗机，这一直让争强好胜的格鲁曼公司耿耿于怀。于是从1938年开始，格鲁曼公司着手研究野猫的替代机。F-6F 最初的设计原型称为 XF-6F1。1941年6月30日，格鲁曼公司和美国海军签下了 XF-6F1 的制造合同。F-6F 地狱猫战斗机在设计上借鉴了大量战争中的经验，有很多的设计继承了 F-4F 野猫战斗机的特征。事实上，F-6F 有很多的全新设计，比野猫更加先进，主要是用于对抗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零式战机，但外观上除了机体更大之外，却所差无几，因此这款战斗机也被称为野猫的大哥。由于美国海军需要一种更快、更多火力、更大载弹量、能够飞得更远的飞机，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更大的飞机，这样就有更大的空间安放马力强劲的发动机，安放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燃油。为了保持起飞和降落的速度维持在可操控的范围之内，格鲁曼把 F-6F 的机翼造得比其他飞机都大，来降低翼载，是二战中单引擎战斗机中最大的。F-6F 显得太大，让人担心是否能在航母上安全降落，但是格鲁曼制铁工厂设计出色，使得飞机完全能够在航母上使用。二战中典型战机的翼载都在150至220千克平方米之间，其中零式仅有 107.5 千克每平方米，而 F-6F 可以说是完全针对零式战机研制的一种制空武器。零式发动机功率不大，但机身轻，翼载低，机动性很好。在 F-6F 的设计中同样引入了这种概念，其翼面达到了31平方米，翼面积的增大势必会增加阻力，所以格鲁曼公司为 F-6F 安装了大功率发动机。但是发动机体积不大，这使得 F-6F 座舱到机头有3度的下倾角，对舰载战斗机而言，良好的前下方视野非常有利于舰上起降。同时 F-6F 的发动机剩余功率大，做剧烈机动动作之后能量损失小，而零式战斗机虽然有极低的翼载，但是发动机马力太小，限制了性能的进一步发挥。为了进一步降低阻力， F-6F 机身蒙皮使用平头铆钉铆接，机身外表光洁。英国使用的 F-6F5 甚至进一步进行了蒙皮抛光。这种低翼载、大马力的战斗机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极佳的机动性。F-6F 如果作为陆基战斗机派驻欧洲的话，仅从机动性而言，其盘旋机动性可能将优于德军任何一种战斗机。F-6F 地狱猫机长 10.24 米，翼展 13.06 米，机高 4.11 米，翼面积31平方米，空重4152千克，最大起飞重量6991千克，最大飞行速度612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2462千米。动力装置为一台普惠 R280010 大黄蜂发动机，马力提升到2000，整体动力提升 25%， 而该发动机任意气缸被击中后仍可通过其他气缸运作保持飞行。 F-6F 战斗机机身为全金属硬壳式结构，铝合金蒙皮使用了埋头铆接技术，
低中单翼以最小角度安装在机身上，以利于将飞行阻力减小到最低水平。引擎的安装没有沿着推力线的方向，而是略低于推力线安装，这样就可以使引擎获得相当大的向下攻角。这个设计有利于改善前下方视野，以方便在航母甲板上起飞。飞机所有的控制面均有织物覆盖。F6F 发动机安装了3叶标准汉密尔顿螺旋桨，发动机油冷器和冷却油箱都安装在由大量挡板保护的引擎罩内部，所有的机内油箱均为自封闭设计。飞机的主油箱有2个，肩并肩的安装在机体中部，每个容积73英制加仑。此外，还有一个容积62英制加仑的油箱安装在紧贴着飞行员座位后下方的位置。引擎启动使用火药式启动方式。飞机拥有一个宽敞的驾驶舱。由于飞行员居于飞机最高点的驼背式机身设计，以及整流罩倾斜向下的机鼻设计，即使是坐在驾驶舱内的地面视野也是不错的。F6F 战斗机机翼中装有6挺 12.7 毫米勃朗宁 M2 机枪，配弹2400发。后期型号靠近机翼内段的2挺机枪被20毫米机炮取代。通常 F6F 都在机腹下挂载1枚900千克炸弹，或在机翼下挂载6枚火箭弹。尽管入役较晚，错过了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战役以及瓜岛争夺战等重要战役，但 F6F 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表现依然堪称惊艳。1944年2月12日黄昏，米切尔第58混舰队所属的9艘航母和大批护航的战列舰、驱逐舰悄悄地驶离刚刚占领的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方的马朱罗海军基地，向西南驶去。此行一切都处于绝密状态，除米切尔和几个主要参谋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具体的任务。为了保密，一路上还实行无线电静默。2月16日凌晨6时30分，经过3天4夜的行驶，庞大的美军特混舰队距特鲁克仅有100海里，9艘航空母舰立即转向逆风方向行驶。航母甲板上，舰载机的引擎轰隆声响成一片。6时45分，第一攻击波的70架地狱猫升空，紧接着24架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36架 TBD 掠夺式鱼雷机和18架 TBF 复仇者式轰炸机也按计划起飞。148架美机在晨曦中向特鲁克急速猛扑。此时，先头的70架地狱猫已穿过大礁湖，首先发现了30余架紧急起飞的零式战机迎面扑来。美国人不仅飞机数量远超日机，而且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也胜日方一筹。交战伊始，制空权即被美军掌握，数架零式被击中入海。经过近1小时的激战，美机群先后将120多架升空的日机击落，停在地面上的100余架飞机也全被摧毁。零式战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飞行员和油箱缺少保护，极易遭到攻击。F6F 针对这点做了特别设计。地狱猫的驾驶舱后部有厚重的装甲板保护，前部有很厚的防弹挡风玻璃，安全性很高。面对刺客一般的零式， F6F 堪称是身穿重甲的骑士，让零式不知道该如何下嘴。从1943年开始， F6F 就成为了零式战机的死敌。F6F 战斗机能够可靠地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2战期间，美国海军发起的大规模航母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正式参与作战以来，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在太平洋上取得了75%的胜利，都是拜这种飞机所赐。美国海军王牌飞行员戴维·麦坎贝尔驾驶地狱猫，在1天的时间里打掉9架日本飞机。此外， F6F 配备重型武器，比同时代的其他机型能够造成大得多的战斗损伤。据统计， F6F 在空战中以损失270架的代价，共击落5200架敌机，其中相对于零式战斗机的损失比率为1:13。F6F 也孕育了美国最多的王牌飞行员，总共306位，它的总产量超过 1.2万架，是美国舰载机中最杰出的机种之一。2战后，地狱猫虽然卸下了主力舰载机的地位，但仍作为夜间战斗机继续在美国海军服役，直到1954年才全面除役。由军售转移给他国的地狱猫则服役更久。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